在家你是老大还是老婆是老大？看是什么问题。老婆有意见，你也有意见的时候呢，你们两个就听老婆的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裴明，是这次大选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今天让我和大家分享我的5件事。开始之前，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做访问呢？其实我选这个地方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我很多童年的回忆嘛。其实在我身后大概100米，就是我从幼小直到我27岁结婚的时候住的地方。很多这里的店主啊，这里的邻居都认识我。等一下我们午餐刚好要在这边吃饭，你可以推荐一下要吃什么吗？有鸭面，鸭面好吃啊。有一个咖啡店有一只鸭面是挺不错的。那你今天有哪5件事情要跟我们分享呢？第一件用1吧，17， 17年在这里服务了这个社区。17年前，李义璇先生当时的议员嘛，就再一次家访到我家门口，就尝试要说服我参加他的团队，在社区服务。那时我刚大学毕业1-2年，也想多为这个社区服务，因为我真的是在这个社区长大。获益了很多，在过去17年呢，也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很多的基层组织的前辈都成为我人生的导师。结婚的时候，他们也有来出席。我选第一套屋子的时候，他们有来给我意见。可是刚刚毕业的人应该会对生活充满很多的期待，热血方刚，想要做很多的事情去玩啊，去跟朋友怎么样啊？你想要为社区服务，为什么？我的大学是在外国读的嘛，所以出国了4年，觉得回到新加坡。如果能够做社区服务的话，能够更加快的融入而了解社会的问题，社会的关注的课题吧。同一时间，因为我拿的奖学金也是一个公共服务奖学金，所以觉得是有义务更加了解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的了。那第2件事情呢？第2件事情就是同一时间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在国防部做一个正规军人，一做就做了24年之久。秘密你都懂了。应该都懂了。等一下一般年轻人刚刚加入正规的时候呢，他 sign on 他应该是想说我就 sign on 个3-6年，然后之后再看怎么样。你那个时候一 sign 就想要sign20年？没有了，绝对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6年嘛，6年之后再做打算了。如果不喜欢的话，另谋高就也没问题了。对，可是，在第4、第5年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派到阿富汗了吧？在那待了6个月。去阿富汗的那段期间，让我对生活有很大的启发，很不一样的生活经历、生活的看法。说来听听。例如，在那里是真的是有危险的吧？甚至每天有好几次都会有火箭炮被发到我所居住的工作环境里。每次有火箭炮进来的时候，都会有3-5秒钟的时间让我们去 take cover，去找庇护的地方。可是，在那3-5秒钟，简直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后的3-5秒钟。所以在那3-5秒钟，一直都会想起我到底这个人生过得有价值吗？我还有遗憾吗？如果我活过去，我还要做些什么东西呢？所以其实真的是。令你感觉到人生不应该就这样白白的活过，要真的活得有价值，也不要把东西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在国防术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不要把我们的治安、我们的国防当成理所当然的。第3件事，3个推动力，一就是可能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就跟我的祖父到朝阳会馆，我和他一起做这些中乡的事务吧。都是讲潮州话，你听得懂？我都听得懂，可是不要在这里试探我的潮州话。你怎么知道我要干嘛？讲2句来听一下嘛。你要问他说你吃饱了没有啊？你好不好？吃饱未？经济好冇？要照顾身体，不要吃太多。爱健康。就这样子啦。这个很明显是小时候的记忆。收生疏了，太多年没讲，没有机会讲了吧？可是听还是听得懂的啦。第2个推动力可能就是有从小到大的这些灌输吧，就想到饮水思源啊，真的在这个社区取到很多要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啊，也有一个先有国才有家的这个理念。我妈妈也经常说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所以真的要饮水思源。第3就是可能是回到
学校的时候，我是德明政府中学出来的。我在中学和驻役学院的时候，也耗了很多时间在童军。童军的理念也是要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插嘴问一句哈，你是一个很凶的爸爸吗？因为你毕竟是从军的，对不对？对，我是从军的，可是你是不是家里有一个 whistle 吗？哔哔，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老婆会杀了我。在家里，其实我有一点点带着那个严肃，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嘛，因为可能是我妈妈的影响，读书是重要的，可是我也挺重视把他们带出去玩，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多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都很少跟外界、跟其他人互动，所以我也很强调带他们出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和其他人互动。去到社区服务，我也尝试带他们去看看外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忙些什么东西？等一下，孩子有问题，听爸爸的还是听妈妈的？都要听吧，应该不会让孩子选择分裂父母亲的。不是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在家你是老大还是老婆是老大？看是什么问题。他们会知道谁会讲 yes， 谁会讲 no。明白。所以重点在于我和老婆要有沟通，不要让孩子有机可乘。就是因为老实说，我工作挺忙的，所以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我的老婆在家里的一切贡献。其实，在这个20多年的军事生涯里，她做了好几次的牺牲，有2次她需要辞职陪我一起出国深造啊、就业啊，所以回国的时候她都需要重新找工作。重新回归工作岗位，所以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想踏入政坛，其实以后的日子也可能会比较忙吧。所以我们也讨论过，也可能需要他在家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了。可是他做老大是对的，很好很好。做老大是对的。第4件事可能是我最自豪的事情吧，4次参与国庆典礼，能够参加和主办整个国庆典礼，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誉。在2022年，这是疫情之后第1次大型的国家的活动，也是第1次full scale 的国庆典礼。当我们看到国人那自豪的样子，能够走出疫情的阴影，所有的辛苦都是很值得的。第5件事情，就是我的家庭了，是我的老婆，我的3个幼小的孩子。最珍惜的时刻就是看着孩子长大，能够带他们出去动物园走走啊，到吉斯马山爬山啊。甚至有些时候简单的一顿餐，能够有丰富的谈话，其实对我来讲最简单的东西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我对他们的承诺就是在重要的时刻，我一定都会在。